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介绍一款比较新鲜的区域，越南这边的区域，一家小厂商，可能在网络层面上它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地图打开，我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机房是位于胡志明市，是越南东南部的。那越南是一个狭长的地区，它的首都是在河内。胡志明呢是他们之前元首的一个名字，改名这个城市，现在是他们国家发展最好的一个城市。那一般的路游情况呢，它是从这个地方，然后到香港。那也有一种情况呢，它会绕美它会从这个地方到美洲的这个地方，再回到国内。所以我们 SSH 连接的时候呢，电信联通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延迟，电信上测这个状态其实还 OK。它主要的一个线路是移动的 CMI 的线路。看一下它这个是它的网站，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价钱。那它有这么多套餐一刀1个月的，它这块是没有 IPv4 的地址的，是个512的内存，5G 的硬盘500G 的流量，3刀这边1T 的，是1G，也是1G 的网口，最大上限可以达到999兆这个区间。它硬盘还是有点小，512内存也是很小的，就常常先玩一玩那你就可以去尝试一下越南机给我们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体验。我是滴滴城Debian 12，已经装了最新的内核这个内核支持 BBR3 的。晚高峰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波动，待会儿我会把 IP 分享出来，你们去试一下。单核性能在我们这个天梯图上算比较低的，但是它的 CPU 还是比较新的，它属于一个低频的一个 CPU。它硬盘 IO 其实还可以，5G 的硬盘能达到500-600兆，其实很不错了。它这边的解锁情况呢是比较优质的，像奈飞的全字之句这些都有，还有它支持 ChatGPT。其实看你如果有越南的业务的话，它在本土的访问效率应该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回程的话，它这边都是比较普通的线路，移动的话 CMI。那我们再看一下延迟，电信的话它这边是直接到新加坡，它从新加坡的机房去美国路游了一下，回到北京。电信的延迟在300多。上海电信的话是走香港，没去美国，为什么延迟这么高？这边感觉好像没去美国，但是延迟上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切换机房的时候，切换路由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延迟。切换到电信，一下加了200多，去上海了。上海电信没绕美，深圳电信这块也是走香港，切换到广州到深圳。北京联通是从香港去美国，再回到北京。联通上海这边也是从香港到美国，再回到上海。联通这边都是从香港到美国回国这样的一个。移动这边我们可以值得看一下，它是直接就是 CMI 的线路，直接就是香港直接就去北京了所以延迟能控制在100以内。再看上海其实更快一点，到广州其实79，感觉跟上海差不多，还比上海慢一点胡志明市直接到新加坡，新加坡绕香港，绕北京，绕湖北，到宁夏银川走了一遭，绕了大半个中国。然后这块就是它的官网，大家点这个注册。注册的话需要填些信息，信息呢就正常填就行了，给个验证码，点击同意。是它的首页我现在只有一台机器，我们可以在这边 server 里头，这块是显示我的机器，这块是订阅。这些面板呢都十分相似，跟 RN 还有很多厂商他们都用的是相同规格的 VPS 后台面板。我们点击这个，我是用的下面这个这一款，我们看一下这个。如果你内存要求不高的话，就用这个就可以了。这块价格选择它只有半年的，这块是主机名，这块 root 密码，这个给它一个前缀 KK1、KK2，我们就点完成下单。我们点结算，来到这边的话，它用当前的你自己注册时候的填的地址，然后下面呢有2种支付方式一种是 USDT， 一种是我们支付宝和微信，但是要收手续费这个8%。如果有 USDT 的小伙伴就用 USDT 会应该更划算一点，接入 USDT 的支付，给你开一个订单支付就可以了。这边还可以换你可以换成微信、支付宝。对，它好像接的是旺旺聚合支付。如果想尝鲜的话，买1个月先感受一下，如果好用的话再一直使用也可以。越南机还是很少用的。下单以后这块就变成1了，你点进去，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有个绿色的，你点这个绿色的，看到你的机器的一个概况。这块是它初始预装的Debian 12，这个地址呢是胡志明市，正在运行状态 IP 暂停、重启、关机，还有 VNC 它都集成在这边了。然后这边是查看你机器的当前的一个情况，如果机器装了乱七八糟东西，你想重新装的话呢，你就在这边可以直接装。
它这边系统其实还是比较新的，22.04还有 Debian 12它都是有的，它还可以滴滴成 Windows 啊，Windows 的版本也比较多，装 Windows 一定会卡爆的。好，那我们就上机看一下，这个机器也比较适合运行科技蓝的脚本，先更新一下，直接运行这个官方网站版本。好，这样的我们就已经来到科技蓝的一键脚本里头来了。那我们先看一下对，大家可以去拿这个 IP 进行测试啊。我调一下这个机器，现在这个系统呢只占了1G，然后我用的是2+2的组合，优化一下。看到这边有个16，对不对？我们把 BBR 打开，让它更新一下 BBR， 都是一键脚本，这里面的很多实用的功能大家都可以尝试。全都是自动化的，包括建站，已经可以替代宝塔和替代 One Panel 的存在。我们建一个 WordPress， 建一个苹果 CMS， 还有论坛啊，这些既然都已经集成了。最优的状态给到大家，安全性、稳定性还有速度都是全新的状态。所以用宝塔卡的小伙伴呢，可以转战。好了，现在 BBR 装好了，它现在已经重启服务器了。我们稍等一会儿，升级到了 6.5.11， 再运行科技蓝脚本，我们选择1，查看系统情况 6.5.11 啊，把防火墙打开17，我先用的Debian 12。好，装一下防火墙，这样让你的 VPS 更加安全。好，确定，再确定。防火墙已经安装完成。那我们再点一下17，看一下什么情况了。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几条规则。如果我们想放行端口的话，我们这边选择多少？选择1，放行一个端口。放行什么端口呢？80端口。好了，我们80端口放行了，并且是 TCP 和 UDP， 并且是 TCP UDP 双协议放行。443啊 ，OK。那80是我们的 HTTP。443呢是我们的 HTTPS 啊，我们比方说开了一个20443，那我们现在想把这个443给删掉呢，那我们关闭呢，那我们选择2 ，OK， 看到了吗？都是实时的，就是只要你回车，然后它就给你清掉了。比方说我有一些面板的端口没打开，你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来打开你的端口。甚至我们还有什么 IP 的这些，哎呀扯远了今天。好，就是顺带的做一下广告，那你可以在这边选择12。加一些虚拟内存，拿硬盘换。现在有1024，对吧？那我们这边改成2048。好，这样的我们就换好了，我们再看一下12。OK， 我们这个虚拟内存就变成2048了。如果你想测试机器呢，你选择8，这边会有机栏整理的测试脚本，甚至你可以用这个缝合怪。我们可以看一下，可以按顺序来选择1。对，它会去装一些必要组件，这个都是大神帮我们整理好的，现成的。越南机在我这边还是很少用的，未来的话可能会多分享一些各地区的机器，然后来扩充我们的知识面，掌握一下当今全球的 VPS 这个行业情况、行业现状。那这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如果感兴趣小伙伴可以订阅我们，打开小铃铛，拜拜。